捂嘴我也要说，华为就是垃圾，华为做的系统就是垃圾。欢迎来到我的频道，这期内容我主要分享的是遥遥领先的华为，还有中国的大国工匠。请继续倾听刚才那个女生对华为的吐槽。捂嘴我也要说，华为就是垃圾，华为做的系统就是垃圾。要不然你能不能给我解释一下，我6、7千买的手机，我用了1年多，为什么突然所有 APP 都打不开了，所有的数据都提取不出来了，所有的东西都没有办法备份出来，现在却告诉我一点办法都没有？你们用脚做的手机吗？那么大的公司养了几百号人，养了几百上千号人，一点办法都没有，还做什么手机啊？你们这种垃圾企业。对于华为这个产品，我想用孙红雷在影视剧里面的一句话来表达：这东西我只卖不碰的，碰了对脑子不好啊。认真的说，在中国生活了那么多年，其实对于本土企业里面只论手机产品的情况下，我认为华为已经是非常不错了。当然，我要在这里画一个时间线，也就是2021年。因为在2021年之前，华为手机里面所使用的芯片都是来自于台积电的。那台积电又是什么企业啊？全球第一厉害的半导体产业。但是只不过在2021年之后，彻底停止供应对华为这边的芯片。当然，台湾人把芯片叫做晶片。老实来讲，装载有台积电生产的麒麟芯片的华为手机，总体来讲质量非常不错。要给一个大大的点赞，哪怕已经过去那么多年了，凡是经由台积电生产的麒麟芯片版本的华为手机，无论是在游戏还是音视频播放，依旧是比现在华为自己生产的要好。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是，现在的华为手机对于用户的管控使用是越来越多了。因为网传有很多人想要安装 VPN 来翻墙，但是纯血鸿蒙系统的华为手机会直接拒绝安装该 VPN 的软件。那作为一个浏览中国海外世界的重度爱好者，华为手机就是一个巨大的灾难。再回到华为遥遥领先的话题，关于那个女生对于华为手机的吐槽，请再看她的其他作品。如果你们选择过来骂我，我只能说你们惹到这世界上最不吃压力的人，真太可笑了。你们私信我的那些话，什么支持国产，什么不支持国，怎么就滚？哎呀，我觉得太好笑了。不出意外的话，嘲笑这个女生的那些人，基本又是五毛粉红，还有铁血基本盘，当然还有在监狱里面服刑的缝纫机战士啦。真的，我看你们说骂我的那些，我一直在这边点，我点开一个头像我笑一个，点开一个头像我笑一个，我就笑你们用华为。因为没有出现在你们身上，当然不会遇到这种事情了。而且我都说了，我以前也是喜欢华为的，我以前也是用了4年的华为，用了好几年的华为，我觉得好用，我才接着买华为的。结果出现了这种情况，没有遇到你们没有遇到这种情况，你们当然会觉得啊，怎么你们不懂？反正我就一身黑，举报我也发，无所谓了，随便举报，随便说，随便骂，切，搞笑，好像我很在乎你们说的那些话一样。一点不吃压力，好吧？你随便骂，真的是搞笑。在强烈的抖音平台，但凡你敢说一些有关于华为不利的话语，总是会有一些纯血鸿蒙的基本盘或者小粉红给你来一波恶意举报，让作品经历限流或者彻底消失。而接下来这个作品就是关于那个女生对于华为手机里面数据没有办法提取出来的实际证明。可以看得出来，点开手机里面应用的时候，根本毫无反应，没有办法打开，和之前他吐槽华为客服不帮他提取里面的数据描述基本一样。已经删掉这么多东西了吗？对，我打开您看一下。而他的这个作品，甚至有人反映没法评论。不出意外的话，这上面的大手又开始捂老百姓的嘴了。华为，你用脚做的产品吗？华为就是垃圾啊！那些你们骂我的，有本事你们告诉我，你们这么喜欢华为，有本事你们告诉我怎么解决这种情况。作者实在是想太多了，在中国里面的小粉红和基本盘，他们从来都不是为了用逻辑的思维去解决发生的问题，而是解决掉提出这个问题的人。要是你们能把我这种问题解决的话，我把前面所有黑华为的视频全部下架。在我看来呢，你只是把实话说出来而已，并没有在无脑的黑华为，毕竟你是有证据的。我发100条夸华为的，不然就别张口就来，嫌你们智商很低，知道吗？
我听到他后面这段话，又顿时觉得他没那么可怜了。他能义不容辞的去摆证据讲华为的实话，不是因为他本来就知道华为是什么样的一家公司，他做的手机产品怎么样，而是因为他经历了这一次华为的铁拳之后，才幡然醒悟了一部分。但是如果他从来没有被华为这么坑过，那他与其他普通的基本盘与小粉红其实本质差不了太多。所以对于他的这个人，我只能说被铁拳锤的活该，不然有朝一日尝到点甜头，又重新变回了小粉红或者基本盘，然后再来欣赏一下咱们大中国的平台控制普通人评论的样子。华为，你敢不敢睁开你的眼睛看看评论区有多少人骂你的？敢不敢睁开眼睛看世界啊？你们做的产品就是垃圾。我今天已经刷到过好几个买的新手机出问题的情况了。你们做手机都做这么垃圾，还好意思做车吗？普通人连申诉的权利都没有，你一句没有办法把我们都打发了。关于中国国内的一些商品，无论吃穿或是其他方面的服务，你得看这家企业允不允许存在不好的声音。请看这个老哥是怎么说的：不让评价的商品不要买啊，不允许质疑的信息也不要信，这是所有人都应该知道的一个保命准则。如果能非常清醒地按照这个准则去做，就不会被洗脑，也不会被收割。评价和质疑是最简单、最直接的辨别真伪的方式。不管是一个品牌，还是一个产品，或者是一个思想，一旦不允许被别人评价，只要一开始评价就开始捂嘴，放心，这里面一定藏着一些不能见光的东西。它不是谎言，就是利益收割。有的人翻墙出来，碰巧看我的内容，然后又碰巧看到了这一部分，觉得我是台湾青鸟的话，那你请自便。让你失望的是，我连台湾都没有去过，我只是把中国人的一些声音放到海外的平台，让大家多多了解一些墙内没有办法听到的声音，以及一部分被捂嘴的内容展示出来。那么关于遥遥领先的华为就先讲到这里，进入下一个要分享的环节。请看这一段内容，关于 CCTV 亲自导演的节目《大国工匠》是怎么描述中国科学家的。这一刻彻底明白了大国工匠的含金量，0.01微米有多薄，不到头发丝的1/7000。而这位中国工匠竟用双手搓出了5纳米的航天零件，连顶级机器都甘拜下风。也不知道写剧本的人是怎么想的呀？造芯片的机器是没有生命体征的，它既不是动物，也不是现代 AI。但是在你的描述下，连机器对中国科学家甘拜下风，你也能模拟出来。能量我的这个尺子还没有。他叫叶辉，航天科工699厂的国宝研磨师。当外国嘲讽中国，我在评论区里面看到有一个网友把他的这张脸定格截图下来了，说这是因为喝酒喝太多所形成的面孔外貌。有懂行的可以说一下是不是真的？我造不出时，他拍案而起。我说你看不起我可以，你把中国2字去掉。为突破西方卡脖子的超薄材料技术，他磨掉自己指纹，用砂纸亲手打磨出5纳米粗糙度的坦片，精度超国外顶尖水平。如果让台积电或者其他的那些芯片研发人员看到这一段内容，真的是要对他口吐芬芳一顿了。5纳米的芯片是什么概念？就连人家最强大的芯片制造商都没有办法独立制造出来，但是在大国工匠的描述之下，他只需要把自己的指纹磨得光滑，就能够手搓5纳米的芯片了。我觉得除了那些小粉红和基本盘，真的不会再有人相信的。全国不到10人掌握这门绝技，他却拒接天价挖角，表示航天给的记忆死也要留在航天。这双手不仅磨出了大国重器的纳米精度，更磨掉了外国人对中国的偏见。匠者无疆，手作乾坤，中国精度就是较真到头发丝的1/1000。接下来请看另一位大国工匠，他叫做曹永斌，看看小编的在他身上留下了怎样的神来之笔。也是全场唯一靠双手就能测量流向壁后的工匠。这双神奇的工匠之手仿佛长出了可以拐弯的眼睛，其测量精度和效率甚至超过了一些专用仪器，也因此成为行业里公认的金手指。我有时候真的觉得，你不会吹点牛，都没办法进中国官方的编辑部，又是一个用手来比肩精密仪器的剧本。其实感觉是最灵敏，我磨完之后跟用千分之测量基本差不多，2道3道的手感，因为常年累月的这么积累就磨。我看到有个网友说，你是常年累月喝酒积累出来的酒感。1道就是1/1毫米，人类手指的表皮厚度都超过1毫米，靠着手指触摸却能测出1/1毫米，这样的绝活自然是行业翘楚。
靠着这个金手指，哈尔滨电机厂水电机组的系统生产能力居全球前列，而主打产品关键部位的质量测定仪是一双手，这双手的价值因此也就具有世界意义了。如果说前面2个大国工匠是靠摸出的名声，那接下来这一位更是火眼金睛，请看这位大国工匠。你的眼睛能看见0.4微米，这个要光一点，这个要差一点。说句老实话，直接这样看这2枚东西，能看出这么微小单位之间差距的，我感觉真的只有酒蒙子才能说出这种奇葩的话语。超一点，而且这个差一点的范围应该是在0.4正负5%左右。看这个主持人一脸懵逼的样子，就知道这份工作实在是太难搞了。要陪这些所谓的大国工匠演戏给全国同胞看，但让人无语的就是一个敢说，一个敢信。0.4毫米还是不0.4 UM 微米，对 UM。这段内容已经是官方在2020年就发布的一档节目切片了。我看了一下评论区的内容，在那个年份发布评论的人，通通都是非常正能量且积极向上的。但其实这些都是因为当时的经济状况不像现在一样在走下坡路，大伙的生活普遍都欣欣向荣，所以大家的发言都是非常的基本盘样式。再看下一个关于大国工匠的内容，我挑选这个作为素材的原因是，它的点赞有 4.7 万，收藏有3000多个，然后转发总数量高达今年的12万。最为经典的就是评论区只有一条发言，而评论区唯一一条评论的原话则是评论区就是答案，请看原片的内容。而潘聪明练就的一双慧眼，仅凭肉眼观察溶液颜色的细微变化，就能辨别出1/1000的杂质含量，从而精准把控贵金属精炼的变数。我敢说，如果我的中学时代有这样一个化学老师，那我不敢保证我一定能每次都考高分，但是我肯定能保证我的酒量还有吹牛的实力会更上一层楼。这个就是99.99%的这个溶液。如果我是这位老师傅旁边的那位年轻人，我真的会忍不住笑出来，因为在拍大国工匠的时候是要一直按照剧本面对镜头，像拍戏一样的流程，我就怕重开太多次了，导演会把我直接踢出剧组。为了练成洞察纤毫的眼力，潘聪明下了整整5年的笨功夫。他一边检测溶液中杂质的种类和含量，一边制作成色卡记录下来。5年的时间，他制作了上千张色卡。这位大国工匠老师傅可以花5年的时间来制作1000张色卡，让别人觉得他是一个兢兢业业、为国奉献的好男儿。但是换位思考哦，如果这是一个普通家庭的小孩，花时间来做这些事情，早就被自己的家长痛打一顿了。并将这些颜色变化烂熟于心，牢牢印在脑子里。这个跟这个接近，这个跟这个接近。正常来说，地球上人类肉眼可见的颜色也就那7种，基本都印在彩虹上面了，也就是红、橙、黄、绿、青、蓝、紫。但是在正常人看来，你搞出1000种色卡，还拿到荧幕前给大家看，最多也就欺负一下没见识的人了。这个说明还没萃取完，还要进行一些萃取。潘聪明将这套颜色判断法传授给徒弟们，运用该方法精准地确定了精炼变数，实现了博足贵金属产能的翻番。这期内容所提到的华为以及大国工匠，他们本质上首先都是中国制造的产物，但是受用对象也就只有墙内还没有开制的那帮人，因为正常人根本都没有办法接受，甚至是理解那些面子上的工程。如果说大家不乐意使用华为，也不想支持这些大国工匠的面子工程，当然也是可以的。而上面不允许你做的，就是去质疑他的形象，以及给出异样的评价，这个叫做权威，也就是他们的共同点。那么这期内容就讲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欢迎订阅我的频道，之后我会更新更多其他方面的内容。